但凡聊起苹果手机啊，很多大众的第一反应啊，除了价格贵一些，就是流畅、不卡、用得久。这些优秀体验除了 iOS 的功劳之外啊，还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那就是苹果的自研芯片。从首款芯片到如今的 A16啊，历经了近12年的发展。如今啊，大杀四方的 A 系处理器啊，童年产品相比于安卓阵营啊，基本都保持着可以说一代啊，甚至一代半的优势。那它经历了怎么样的发展路径啊？中间又翻过什么车啊？未来走向又如何？咱们聊聊苹果 A 系处理器的进化史。其实，在苹果 A 系列芯片之前啊，从初代的 iPhone、第一代 iPod Touch 和第4代 iPod Nano 均采用由三星制造的芯片啊。GPU 是由英国的 Imagination Technology 公司设计，一直到 iPhone 3GS 其实都不算苹果自家的芯片啊。每代之间的提升也并不明显啊，性能也不算怎么好。这么多年过去了，能查到的相关资料也并不多啊。甚至在那些年系统还叫 iPhone OS 的时候，连 Apple Store 下载软件的功能都没有啊。直到后来 iPhone OS到 4.0 版本才正式更名为 iOS 4啊，配合可以称为改变世界的 iPhone 4，苹果开启了自研芯片的道路啊。第一款芯片 A4 就此登场。A4 的性能对比上代的 3GS，CPU 提升了200兆赫兹，运行内存从256兆啊提升到了512兆，但图形性能还是相同型号的 SGX 525。3GS 由于内存过小啊，止步于 iOS 6。A4 的 iPhone 4虽然能升级到全新设计的 iOS 7系统，但一些界面本该使用上高斯模糊的效果，但因为处理器的图形性能不够啊，只能取背景色做不透明的蒙版来实现类似的效果，有点像现在的 iOS 桌面上的透明小组件，还有其他过渡动画等效果，相比于 A5 都有所阉割，并且就算是这样了，还不能保证流畅运行使用啊，在当时也引来了大批用户的不满，马后炮一下啊，直接不给你，当年就让 iPhone 4也同 3GS 一样止步于 iOS 6啊，会不会有更好的选择呢？不过这有点太对不起 iPhone 4的划时代性质了啊。45纳米制成的 A4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是 Boot-Room 漏洞啊，不知道有小伙伴还是否记得，这块漏洞存在于硬件生产的时候一次性写入的只读区域中，换句话说就是硬伤啊，它无法通过软件来修复，这使得当年搭载 A4 芯片的设备无论发布什么系统版本啊，这开发者都能在第一时间更新越狱程序，制作出自定义的系统固件啊，强制破解手机密码，随意升降级等各种玩法。暴露年龄一下啊，不知道在座的小伙伴是否还记得备份 SHSH 红血啊绿毒这些工具呢啊，记得的小伙伴请扣一。 A4 的核心和 CPU 架构和之前的三星处理器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就提高了主频和内存。 A5 这颗芯片才可以说是苹果第一款自己设计的双核芯片了，可谓经典啊，发布于乔布斯遗作 iPhone 4S。 相比于 A4 单核直接变双核啊，图形性能也升级为双核心的 SGX 543，内存升级到了 LPDDR2，相比于上一代提升了1倍的带宽，2级缓存也同样升级了1倍啊，这些成倍的提升在当时相比 A4 看来是巨大的，不管是硬件核心数还是性能啊，几乎就是就地增加了100%。这么大幅度的升级，反正截止到目前啊，是后无来者的提升幅度了。强大的 A5 自然也有不同的规格和衍生版本，其中就包含了给 iPhone 4S 使用的45纳米制程版啊，给后期出货 iPad 2的32纳米制程版啊，还有屏蔽了一颗 CPU 核心的32纳米版本给了 Apple TV 第3代使用。修炼刀法这件事情啊，苹果可是个老厨子了。A5X 是苹果 A 系列处理器的第一款带 X 后缀的芯片啊，独占的第3代 iPad 也是首次搭载了上网膜显示屏的 iPad。作为 A5 的衍生版本 ，A5X 仅在图形性能上升级为4核心的 SGX 543，用来驱动高出2倍的分辨率，用来照明的 LED 也需要提高亮度啊，电池也消耗得更快啊，在最大亮度下耗电量为 iPad 2的2.5倍啊，图形性能的发热量也不容小视。综合上面的种种问题，苹果在仅7个月之后就发布了第4代 The New Pad。 第3代 iPad 也算是苹果产品里边独占了这么多头衔啊，还比较短命的型号了。我就是在这个型号入坑的。苹果的 A6 系列芯片首发于2012年的 iPhone 5，也是自家的最后一代32位处理器了，首次从 Cortex A9 架构换成了自研的 Swift 的架构， CPU 频率来到了双核的 1.3G 赫兹， GPU 相比于上代的双核543升级为3核，运行内存升级到了1GB， 系统适配上比上一代多了1年啊，芯片面积比 A5 小了22%，也拥有更小的耗电量。此外 A6 还搭载了最新的 ISP， 在影像方面低光环境、噪点和防抖上
方面都有提升。虽然相比于前代牙膏挤爆的程度来说，提升不算明显，但是全新设计的机身和增大的屏幕尺寸，而且在部分国家地区还支持高速 LTE 网络在当年这款 iPhone 的首批加价和炒货的情况也层出不穷。A6 系列的衍生版本 A6X 在2012年10月的第4代 iPad 上推出，但实际性能相较于数字系列其实提升并没有很大只是拉高了部分 CPU 频率GPU 升级为 SGX 554 4核心提高了带宽，更像是赶鸭子上架的替代品。2013年9月，苹果正式发布搭载首款64位处理器的 iPhone 5S， 28纳米制程，晶体管数量达到了10亿。A7 芯片依靠全新指令集和更大的3级缓存，相比上代 CPU 性能提升2倍。GPU 换成了全新6系的4核心 PowerVR G6430性能相比于上一代也提升2倍。你要知道，当时其他的移动端都在使用32位处理器。当时高通前手机营销官还表示，64位只是苹果搞的一个营销噱头而已消费者不会因此获得任何好处。但随后苹果的销量和后期的软件规划让高通意识到了危机。后续高通自己也表示该营销官的言论不实随后将他调离了岗位。其实高通也是怕自己打脸因为在短短半年之后，2014年4月就公布了高通首款64位处理器系列810和808是的，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火龙系列。从这个节点开始，移动端设备都迈入了64位处理器时代，给后来的升级打下了基础也算是必经之路了苹果在处理器上确实也展现出了自己在当时的前瞻性。2014年9月，苹果截至目前销量最高的手机 iPhone 6发布，容易染色的白带线条设计凸起的摄像头和不耐热的机身设计，搭载的 A8 芯片提升也不如之前明显但是苹果首款大屏手机还是很受青睐的全球卖了约 2.2 亿部A8 芯片依旧维持了双核设计 1.5 赫兹的频率，制程升级到了20纳米GPU 升级到了定制化的 GXA 6450，官方宣称 CPU 性能提升 25%， 图形性能提升 50%， Plus 的大电池配合上能效比优化 50%， 在当时也算是数一数二的长续航机型了。A8 芯片的衍生版本 A8X 在 iPad Air 上独占，这也是 iPad 里面的钉子户了在官方宣传视频中有个彩蛋，第一代 iPad Air 最后被一根铅笔挡住了，一只手将 iPad 拿起来，到了这代 iPad Air 2，这根铅笔直接被激光切断了一半用来体现这一代的轻薄确实让我记忆犹新6.1毫米的厚度配合全贴合的屏幕，整机437克，相比于 A8 在 CPU 上多了一个核心， GPU 甚至达到了10核心，也是因为它是首款2G 运存的 iPad， 比1G 的 iPad 有更多的分屏功能直到现在8年了它最后止步于 iOS 15。当时同期的安卓平台即便是火龙80对比 A8 CPU 单核苹果领先 40%也高过同期的7420，但是由于它核心比较少这个多核骁龙又领先了30%多。 GPU 方面 A8 也可以领先20%左右但是后面的820综合性能又将其超越他们两个还是可以交替领先的。 OK， 后面就是 A9 了，也是一个经典芯片性能提升在当时真的可以用强大到过剩来形容。2015年9月在 iPhone 6S 系列发布，14纳米 1.85G 赫兹双核 CPU， 定制的6核心 GT7600 图形处理器，相比上一代 CPU 提升70%， 图形性能提升90%，运存也升级到了2GB， 这使得 6S 的系列寿命持续到至今的 iOS 15俗称苹果钉子户，应该是苹果钉子户里边最有名的一个。各个品牌的钉子户机型我们其实也出了一个系列但是不知道这期上的时候你看过了没有。再问一下大家，正在看视频的小伙伴有多少人还留着这台 6S 机型呢？可以弹幕扣1。更高强度的铝合金机身在这一代也解决了上代容易被折弯的问题，但是却带来了氧化的问题，我自己那台也碰到了。屏幕支持 3D 大使说实话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这个技术的但之后又变成了弃用技术虽说性能强悍，还有不少的创新，但是相比上一代机型同样的外观，只是多了一个玫瑰金的配色，所以在销量上按上代那个疯狂这个相比还是没能达到。 A9 虽然强大，但是也出现了新的风波就是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和三星混用的情况，当时在机圈闹得还是挺大的记得的小伙伴请扣1。虽然三星有着更小的14纳米制程，但应该还是台积电的工艺更好你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发热更小，续航更好，导致在当时催生了第三方不激活 CPU 验机的业务，甚至有人怀疑在后期的系统更新中苹果将性能更好的台积电版本拉低到和三星相同的程度。不过后来苹果表示，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消费者几乎不会保持长时间的高负载运行，总体的差异呢只有2%到3%。但是不知道还好这个事情一旦让人知道了，就很让人心烦。明明是一样的价格买的机型，我的就比你低3%凭啥？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吗？
看看现在的天玑芯片，再看看骁龙8和骁龙8 Plus 的改变，说一句台积电 yes 不过分吧。A9 芯片也同样搭载在第5代的 iPad 和组成性能钢炮的 iPhone SE 上，屏幕更小，处理的图形显示也更少，电池有略微增大，配合当时的 iOS 9，轻度使用1天续航也问题不大。要知道，它可是一台4英寸、电池仅有1624毫安时的超小屏手机，同样也有 M9 协处理器，台企唤醒啊、免插电的黑 Siri 啊，这些6S 才有的功能它也都支持。这款 SE 也算是个小钉子户吧。衍生版本 A9X 出现在 12.9 和 9.7 英寸的 iPad Pro 机型上，双核 CPU 性能提升到了 2.26 赫兹 GPU 甚至翻倍到了12核心的定制化 GTA 7850，内存也升级为带宽更快的双通道，但还是由于软件上缺少决定性的生产力工具和不太够用的分屏模式，让 iPad Pro 在当时显得真没那么 Pro 啊，定位比较尴尬。2016年9月 A10 芯片在 iPhone 7系列上推出，独特的亮黑配色和首款双镜头让 Plus 在首批依然供不应求，甚至还出现了一套黄环 256G 亮黑这种段子。之后可能是台积电的技术确实过硬啊，苹果放弃了多年合作三星16纳米工艺，配合首次采用的两性能两能效的4核心 CPU 啊，也是首次在芯片上增加了一个 Fusion 的头衔啊，性能提升翻倍。GPU 采用定制的 GT7600 Plus， 图形性能提升50%，这也是苹果最后一代采用 PowerVR 加的 GPU 型号啊。Plus 机型因为多出了长焦镜头和人像模式，运存从 iPhone 7的2G 升级到了3GB。A10 芯片虽然采用了大小核的方案，但还是不能4核心同时调用来获得更好的性能和续航，要么大哥死命跑啊，要么小弟慢慢跑啊，发热也不容小视。同样的 A10 系列芯片也搭载在第6代 9.7 英寸和第7代 10.2 英寸的 iPad 上面，属于是例行更新。哦，对了，还有第7代也是最后一代 iPod Touch 上啊，也是因为 iPod Touch 电池太小啊，依然采用了降频版本的 A10。iPod Touch 系列至此正式取消了。当时赶上武汉 Apple Store 开业啊，我专门去买了一台用来收藏，算是留下一代回忆了吧啊，就是一个高级的 MP4。A10 的衍生版本 A10X 啊，照例还是在 12.9 和 10.5 英寸的 iPad Pro 上推出啊，制程升级到了10纳米 ，CPU 升级为6核心 ，GPU 相比于 A10 啊翻倍到了12核心啊，首次支持了自适应刷新率技术。第一代自适应刷新啊，相比于目前比较成熟的方案，增加更多档位。10.5 英寸现在满电续航啊，可能也就能坚持2到3个小时了。从 A11 开始啊，苹果正式迈向机器学习的赛道，从 Fusion 换成了延续至今的 Bionic 仿生头衔。2017年9月在 iPhone 8系列和 iPhone X 上推出，首次加入神经网络引擎，用于驱动本地学习和面容 ID。强大的 ISP 算法加成，让拍照有更好的动态范围。万点120万像素也能有不错的成像效果。CPU 方面升级到了6核心，2颗大核提升25%，4颗小核提升70%。GPU 方面啊，为苹果自研的第一款图形处理器。你看一步一步的，苹果一直在强化自己的自研。浮点性能达到408G FLOPS， 上一代 PowerVR GT7600 Plus 为345.6。纸面数据虽然看起来似乎更强，但是在当时推出的 iPhone X 机型上，封闭的双层主板啊，配合当时拉胯的 iOS 11，刷个淘宝聊个微信啊，这台机器都能发热到离谱。直到第2年 iOS 12，这重心放在了稳定性上啊，这发热才趋于稳定。但也是从这款芯片开始啊，只要天气一热啊，你就能看到苹果手机明显的降亮度和降频卡顿的问题出现。当时网友们发现，打开低电量模式之后，会限制满负载运行啊，降频就没有那么快了。还戏称低电量模式为游戏模式。说个小故事，每年看发布会的应该知道，在 iPhone X 讲完 PPT 之后啊，克雷格准备使用实机进行面容 ID 解锁演示，结果这台录有克雷格面容的机器，可能是之前重复扫描了布场工作人员的面容 ID 被锁定了，导致克雷格2次解锁都失败了。在尴尬的吼吼笑过之后啊，紧急更换了旁边的备用设备演示啊，这一失误似乎还导致当天苹果的股价直线下跌。这时候可以说一句老罗的经典名言：理解万岁。时至今日，你还可以看到不少游戏主播更加青睐用 iPhone 8 Plus 作为直播设备，标准16:9的画面，单层主板散热更好啊，最后一代 3D Touch 重按开枪啊，非常符合直觉，我自己挺喜欢的。单独的 Home 键还可以防止误触，有多少小伙伴更喜欢实体 Home 键的设计呢？可以扣1。2018年的 A12 芯片开始，可以看得出苹果没有在性能上继续发力了啊，主战场转为了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引擎 ，CPU 维持了2大4小的6核心设计啊，频率虽然只比上一代提升了0.1G 赫兹啊，性能提升15%，但制程升级到了当时全球首款的7纳米，节能最高可以达到40%啊，配合改良的双层主板散热，降频降亮度的问题啊，虽然还有，但是比上
上一代要好了。GPU 相比于上一代增加到4核心设计，性能提升50%。神经网络引擎直接干到了8核心，上代只是双核心设计啊。这样搭载了 A12系列的 iPhone， 在如今的系统更新中是大部分功能要求的最低门槛。我们之前也聊过 A12的设备将会是下一代钉子户，现在依然有很多喜欢拍照的小伙伴喜欢这一代的 iPhone， 因为它没有加入之后的深度融合，自拍显得更加柔和，这皮肤会感觉更好一些，不会有那种脏脏的锐化痕迹啊。就算是单摄像头的 iPhone XR， 人像拍摄效果和计算影像也依旧很强。A12的衍生版本是目前最后一代 A12X， 独占在 iPad Pro 11寸和第3代 iPad Pro 12.9上，晶体管数量首次达到了100亿啊！哪怕是2018年的这2款 iPad 啊，4年了差不多，放在今天来看依旧是性能王者啊。之后还首次出现过一款 A12Z 用于下一代的2款 iPad Pro，2款芯片几乎相同，在同样是8核心 CPU 的情况下 ，A12Z 多了一个 GPU 核心，与其说是多了一核 GPU 啊，实际上是启用了 A12X 上被关掉的一颗 GPU 核心，在剪辑渲染和 AR 等图形性能上会有更好的表现。对比一下隔壁啊，也算是个冷知识吧。截止到目前 ，A12Z 的综合性能依旧是要强于骁龙8 Plus 的啊，4年过去了 ，A12Z 也是首次利用在 DTK 开发套件中啊，这是一款基于 ARM 架构的 Mac 电脑原型机，它采用了 Mac Mini 的外形，内部搭载了16GB 运存和512G 的 SSD 和诸多外设接口，它是用来仅租赁给开发者啊，用于后续 M 芯片的 ARM 版本程序开发用的。从 A13开始，苹果似乎也意识到了性能提升的瓶颈，转而更加着重于能效比和机器学习运算。CPU 继续维持了7纳米工艺和2大4小的6核设计 ，CPU、GPU 和 NPU 性能均比上一代提升20%，功耗最低降了40%，并且其中还增加了2个机器学习加速器，相比于上一代高出6倍的速度执行每秒1万亿次的运算。iPhone 也首次加入了激光雷达镜头，配合机器学习算法用来实现 AR 建模的技术。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是没能看到解决大众实际痛点的场景，但是网传的眼镜设备别着急，真的很快就要登场了。苹果高管在发布会上也是首次将华为 P30 Pro 的麒麟980拿来对比啊，在当时国内还引起了不小轰动。在当时国产厂商都在往 5G 网络发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苹果还是出了一款 4G 手机啊，本着虽然我可能用不上，但是你不能没有的心情啊，其实多少还是有一些失望的啊。2020年发布的第2代 iPhone SE 上 A13 性能虽然强悍，能效比优秀，但无奈1821毫安时的小电池真的是不太够了啊，你用它到哪都得吊着个充电宝。2022年春季发布会上发布的 Studio Display 也搭载了这款 A13 的芯片，苹果宣称用来支持 Siri 空间音频和前置面部优化。由于高通的摆烂啊，同时期的安卓阵营还在用着拉胯的骁龙8啊，当时就调侃啊，人一个显示器芯片啊，都比你的主力机性能还强。这台显示器后期也通过 OTA 改进了一些功能效果，咱们大胆猜测一下啊，这款显示器后期会不会像华为 Mate View 显示器一样啊，增加一个简易的操作系统，用来联动更多设备和功能也说不定。就像 Mac 上的 T2 芯片在后期通过系统升级，延展出了不少安全性功能。不然你一个显示器用上 A13啊，也太打高通的脸了，不是？也太大材小用了吧？2020年9月 ，A14 首发了全球5纳米的工艺啊，也是继 iPad 2以来常规数字系列的芯片首次抢先用在了 iPad 产品线上，比 iPhone 12早了1个月。2.99G 赫兹2大4小核心架构，苹果最新自研的 GPU， 官方宣称运行速度提升40%，图形性能提升30%。但是啊，它对比的不是上一代 A13，而是 A12。国外网站AndTouch 估算啊，如果衡量指标没有变的话，A14相较于 A13 CPU 性能提升约16%啊 ，GPU 约8%。iPhone 12系列是全球首款支持杜比世界拍摄的手机设备啊，更好的动态范围和明暗对比度，在以前需要专业的相机和复杂的操作，在 iPhone 上你只需要点击拍摄就可以了啊。当然，这实现的效果不是一级别的啊。不过苹果确实是在这个方面啊，将以往复杂的科技简单的融入啊，让更多大众消费者可以使用它。在性能方面，苹果确实很强，但在一个地方一直都比较拉啊，没错，那就是信号。在 5G 5纳米的战场上，同年10月发布的麒麟9000芯片也是基于5纳米工艺的 SoC， 1大3中4小的8核心设计，153亿晶体管，集成使用成熟多年的巴龙5000 5G 全网通基带，而 A14 是外挂搭配2019年骁龙865就使用过的骁龙 X55 5G 基带。芯片集成基带的好处就是可以节省主板空间，有相对更好的续航。在信号这块啊，苹果并没有给我们那种虽然我技术晚了1年，但是我做的就是比其他家好的感
感觉。这信号问题一直是苹果机型被诟病的重点。2019年早些时候啊，苹果就宣布了收购英特尔基带业务啊，在2024年和高通的合约结束之后 ，iPhone 16或者17啊，应该就会集成苹果自研的基带了啊，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啊。但在这之前啊，你还得用骁龙。2021年9月 A15 的能效比和续航表现让我们着实刮目相看啊！台积电第2代5纳米工艺确实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13 Pro Max 的续航都是霸榜数据库续航榜单第1名。高能效比和大电池直接解决了 iPhone 用户的电量焦虑啊 ！A15 也是继 A5 之后再次有相同型号不同核心数量的芯片，在 iPhone 13数字系列和第3代 iPhone SE 上采用了4核心 GPU 的版本，在第6代 iPad mini 上虽然是5核心 GPU 啊，但是它的主频又相比 A13 略微降低，在13 Pro 系列机型上才是满血盘的 A15。毕竟 iPad 这边啊都即将换成 M 系列的芯片，很有可能不再需要 X 系列芯片的开发了。毕竟都3代没有出现过 A 系列的衍生版本芯片了。影像部分支持了全新的电影效果模式，单靠摄像头实时计算的景深也可以有不错的效果。从 iPhone 12系列开始 ，Pro 和非 Pro 的机型在功能上就逐渐拉开了明显的区别啊。Pro 和 ProRes 这种更加专业的模式，配合 Mac 这边也开始加入相应的编解码器。iPad 和 iPad Pro 相继在 A 系列和 M 系列上也做出了区分。苹果确实让 Pro 的设备往更加 Pro、更加专业的道路上发展，引入更高阶的技术，而不是为了迭代升级吸引消费者仅在名字上加一个 Pro 而已。今年9月，苹果如期发布了新的 A16 芯片啊，正如我们之前预测的一样啊，只有 Pro 系列搭载常规的14系列依旧还是上一代的满血版 A15啊。说个小冷知识啊，其实在他们的内部型号代码上呢 ，iPhone 14和上一代的13都隶属于同一代。这14和14 Plus 是 iPhone 14.7和14.8，上一代的13 mini 和13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叫 iPhone 14.4和14.5了。我们回到 A16 上啊，这个4纳米的工艺啊，晶体管增加了10亿啊，到160亿了。CPU 的架构这一代基本没变，核心频率从上一代的 3.23 GHz 赫兹小超频到了 3.46， 性能提升也就是极限的 10% 左右。GPU 同样也基本没变啊，不过内存从 LPDDR4 叉升级到了 LPDDR5， 带宽提升了 50%。到 GPU 这边，我们实测某些次带宽的项目也就提升 5% 吧，正常情况下提升 0%。这次苹果确实挤牙膏了。那么能效比怎么样呢？答案是和上代一样，温度呢也和上代一样。综合温度性能表现，目前在 iOS 16下啊，感觉还不太如 iPhone 14上的满血 A15 那么成熟啊。这代 A16 的提升可以说是历代最小了。在 iPhone 实测的深测中呢，我们也详细展开了。我觉得别叫 A16 了，叫 A15 Plus 吧，下一代就是 A15 Plus。不过苹果这代挤牙膏呢，也算是有一点情有可原吧，就是上一代确实太优秀了。即便这代小挤一下，它的综合表现依然是目前手机设备中的最强王者啊。不过这个老大的地位能保持多久？之前好像是一直都做得非常稳啊，但今年你提升这么点儿，咱们要着重看看年底的骁龙8 Gen 2了。还有就是之前表现非常亮眼的天玑迭代芯片啊，目前来看主流的这3家芯片在赛道上的差距也越来越小。从目前的发展路径来看，苹果越来越追求自研设计和开发规划，在硬件里面小到耳机、手表，大到手机、平板电脑啊，在软件中一整套开发工具和通用软件啊，消费者可以在不同设备间延续相同的使用习惯，又能减轻开发者针对不同平台的适配难度啊，苹果也能有更强的资金链啊，来去投入相应的软硬件开发。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相互循环。要达到这种生态性的循环，需要极其强大的资金和掌控能力啊！国产品牌确实还有差距，但是好在啊，大家都已经在路上了。华为和小米的生态化建设啊，已经不错了啊。OV 也在紧紧追赶之中啊。不过芯片啊，始终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产品体验确实不能简单的唯处理器论。但是没有一个好的处理器，也确实难有好的体验。主观认为，这几年啊，各家芯片看起来在性能上挤牙膏的这个主要原因啊，是在追求高性能的同时，又不能很好的兼顾散热和续航啊，尤其是5G 大换代的背景下带来的发热续航问题啊，无论是苹果、骁龙还是天玑，目前的旗舰型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发热的问题。没办法，只能转而在低功耗和机器学习上进行针对性的优化，给芯片提升开辟一个新的赛道。
截止目前，骁龙最新的8 Plus 性能已经逐渐接近满血A15的性能了。A16 在性能上依然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提升，主要还是围绕着高能效比、低功耗和更强的机器学习算法来解决目前电池技术没有突破性进展和散热的这相应的难题。OK， A 系处理器我们好好梳理了一遍如果觉得这一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